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是想分享一下我认为 Drugstore 的一些不错的 A 醇产品，也是我反复会购买的。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不适合某些人群。这几样产品已经可以概括目前在 Drugstore 加拿大最好的几款 A 醇产品。那么第一款呢，也就是大家喜欢的人最多的哈，你这个一打开各种平台，大家介绍最多的是 Neutrogena 露得清的这款银冠，他们现在有更新了，换汤不换药，大部分的主要成分是不变的哈。去年买的一瓶，为什么这么多人推荐它？因为它这个产品呢，就是有 A 醇典型的这种风格在里面。A 醇是什么样的风格哈？录太多视频去讲 A 醇了。主要是它跟 A 酸不一样的是，它对表皮它不能说对表皮的刺激，它对表皮的剥脱性会更明显，而且时效性会更快。当然了，它没有 A 酸从里到外对皮肤毒性和破坏性大，但是它确实有削弱表皮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一直都建议A 醇不适合所有人群，尤其是我们亚洲人，因为我们亚洲人有一部分人群，或者是在咱们中国很多一部分人群，南方的女孩，大部分的皮肤都比较薄，越来越薄，越来越敏感跟我们长期的这种不健康的护肤习惯当然也有关系。那么 A 醇呢，它其实并不适合所有人。那么如果你想尝试一款比较典型的 A 醇产品，那这个露得清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因为它是没有太多的这种混合的这种质感在里面。你知道现在因为 A 醇刮了这么多年的风之后呢，现在很多品牌包括大品牌都在尝试把这个成分放在这个产品里面，但是呢又不想得到客户不好的反馈，所以他们用各种的手段听好了很多产品并不是以功效型为主，就说我做这个产品我一定要让它发挥 A 醇最大的功效，并不是，大部分产品只是把 A 醇这个成分放在这个罐罐里面，但是他们希望他们的顾客不要受到 A 醇这种副作用也好或者是你对皮肤的这种过激的反应也好，不要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产品才能卖得最好。露得清因为它是早年的产品，所以它在这一点呢没有考虑到，因为你看它的产品线如果大家逛超市看露得清产品线，它分得很清楚，它就是以这种功效型单刀直入的这种感觉为主的所以这个产品是有力度的。你想看到 A 醇这个功效型，到底 A 醇是起了什么样的效果呀？你就选这个就没错没错，它是属于比较厚实质地的，但是我认为它的保湿情况在我的脸上，我觉得还行，就没有能达到。如果我用它之后呢，我可能还会用一个凡士林什么，因为它本身都是晚上用的嘛，所以它相对来讲，你看它是比较厚实的这样霜状厚实的奶油的这样霜状。对于绝大部分的女生来讲，它的保湿在夜间的保湿力度，我认为是可以的。刚开始使用 A 醇的姐妹们还是需要小心点。我们知道这个 A 醇是非常容易在我们皮肤上氧化掉的，就是它的这个功效，它能不能直接打入到我们的皮肤底层，让我们的真皮层真正的从这个 A 醇这个成分里面受益？那最主要的就是看它这个通道能不能快速的进去，这是一个双刃剑。如果它要快速进去，它的剥落性本身就大，还有一些产品，就是接下来我会讲，它还会增加一些开门的这样子的一些成分，就是它能尽快的再帮你把这个表皮剥落开，然后再把这个 A 给填进去。这些都属于我自己把它定义为功效型强的 A 醇产品，不要考虑它什么肤感什么其他的这种功效我们都不需要考虑。只要想尝试A 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会给皮肤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反应，那这个产品就是第一选择。接下来是 Rock 家的2款产品，我对他们家真的还挺喜欢的，因为他们也是属于就是背后是药厂嘛，所以他们也是属于功效比较直接的这种产品。那么最近几年我看有出了一些这种新品，我还没有来得及尝试，我好像就更注重这种身心的疗愈了，所以新的产品真的越来越怠慢了它这个胶囊呢，首先
很方便。如果你出差呀，或者是去哪里玩啊，是吧？这一粒一粒多方便呢。两个是完全不相干的产品哈，一个是霜，一个是胶囊，但是在功效上它都会有A 醇这个成分明显的特征，就是你擦上去它不会抚平它的特征，就是它没有在它的 A 醇的这种副作用上面去下什么功夫，去帮你去掩盖呀，或尽可能的减少，并不是啫喱状，是完全是油状的。那很多人是不喜欢这种感觉的哈。胶囊类的产品，我觉得通病都是觉得有点腻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常年跟大家推荐的夜间去皱晚霜这款产品，是他们家的一个非常明星的产品。那这个里面除了 A 醇之外呢，还有 VC 跟一部分的甘醇酸的成分，所以它就是我刚才说的会去开门，就除了 A 醇自己能加快表皮代谢，它自己还添加了一些可以帮你表皮开门，让 A 醇进入的更深，然后可以刺激你的皮肤，因为像 VC 啊和甘醇酸都是在刺激表皮的同时，能够被证明出来可以促进，就有利于促进胶原蛋白的产生。他说的这3件产品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大家都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它们就是一个完全功效性的，没有考虑到帮你去收敛 A 醇这种副作用的这么一些产品。接下来2个产品呢，就是刚好和这3个产品相反。Sari 大家都知道，它是以3种神经酰胺，我们家所有的产品都添了3种神经酰胺。那么我之前有在神经酰胺的这种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人真正需要神经酰胺哈。那么这款产品特别适合皮肤比较薄、油脂不怎么分泌哈的干皮。首先它有没有 A 醇的功效哈，就是它是不是能够一擦上去就能感觉 A 醇的这种刺激，是的。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厚皮，可能你擦个一段时间你才会有一丢丢，这个玩意儿好像是有作用，但是它刚好适合，因为它里面有神经酰胺，还有 B5，还有烟酰胺的成分，它刚好适合这种皮肤稍微比较薄、自身出油功能不怎么行的这种又薄又嫩的皮肤的姐妹们。你们如果选择，当然了，这些人群中哈，在你们这些人群中呢，又有一部分人完全没有办法耐受 A 醇的，是非常敏感的。排除这些非常敏感的姐妹们，但凡你的皮肤就是不爱出油，毛孔特别的细腻，皮肤又容易干，可以尝试这一款，相对来讲会真的舒缓太多了，但是它是有效果的，用一段时间你是能感觉到它这个 A 醇在这个产品里面是有功效的。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很多的产品，它自称为 A 醇产品，但是它没有一点 A 醇的感觉。什么叫 A 醇的感觉？我觉得你用很久 A 醇的产品之后，你就能知道我在讲的这种 A 醇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它对皮肤没有一点点 A 醇给的效果，它是这种黄色的乳液形式的。这个产品呢，它自己说是早晚都可以使用的啊，就如果你是一个干皮的话，你用这个产品就晚上使用。那么如果你是属于皮肤比较厚实的，你晚上要用 A 酸呢，或者其他功效型，或者是这些东西就比较厉害的这些产品哈，早上也可以使用。就是有人不放心嘛，想早点用哈，这都是心理上的一个安抚哈。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个东西也是早上可以用的。它的整个 A 醇的这样的刺激程度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所有这些产品，刚才说的这些产品，不管怎么样，出门还是要擦防晒，好吗？最后一款产品就是我之前空瓶里面有跟大家推荐的，它是有在用心的去减少 A 醇对使用者的这种刺激度。不刺激的同时，并不是说没有效果。太多的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就没效果呀，没刺激就没有效果。真的不是这样，就是 A 醇它是会对皮肤造成刺激的，但是我们人的皮肤状态也是多种多样的。我用它，我不会单独的把它当成一个成分类的，由它给我抗老，它还有这种神经酰胺，然后又可以有不错的保湿力度，然后又是肤感又不错。用完晚上的这些功效型的成分之后，那把它当个晚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用这些精华呀什么东西，我只选择一个面霜，能够起到所有的这种功效，能让我真真切切的感受到 A 醇的这种功效，那就从这个产品开始耐受使用。那如果你说我的皮肤不差，还行，我也不想去让自己去折腾这个脸啊，用这个 A 醇再去耐受啊哈，我只是想选择一个有一些 A 醇成分，能让 A 醇在我的皮肤上起到功效，那么又可以就当成一个晚霜，就一步到位的这样产品。那这个产品就是它有用心去做到，它的客户群体是属于
35加的，就是这部分人到了这个年龄开始寻求抗老了，但是我又没有那么多耐心去学习，我这个擦个雪花膏要怎么样去擦才能抗老，知道吧？我又没有什么时间去学习这些东西，去慢慢的耐受。我要每一天都是一个漂亮的形象，而且不仅如此，我要我的皮肤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好，然后同时呢，我还能得到 A 醇给我的功效。那就是这样子啊，它适合的人群就是这种，除非你特别敏感哈，不会有太过于明显的 A 醇反应，是一个非常安心，但是又有 A 醇功效这么一个产品。用的最多的还是这个晚霜，就是这个去皱晚霜，在我的皮肤上是有明显的效果的，而且它里面的甘醇酸的成分其实是可以帮我们这种就是皮肤比较厚、代谢比较快，然后外面总有干皮，然后皮肤比较剥落的比较慢的这部分人群起到一个辅助的功效型的作用。根据你自己的皮肤状况和你自己追求的护肤目的，我认为以上这5款 Drugstore 产品都已经可以把大部分的姐妹们想使用 A 醇的姐妹们都可以囊括其中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那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助到大家，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帮我先点赞和关注哦。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